这是一只把自己囚禁在过去的退役军犬。当它被领养回来后，就封闭了自己的内心。大家本以为军犬应该是保家卫国、英勇无畏的，但这只4岁的德牧却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它出生时就肩负着成为军犬的使命，无数汗水的挥洒，只为那一刻荣誉的降临。但即便他拼尽了全力，却还是无法完成全部训练。无奈之下，他就被关进了笼子里，只得到了些基本的照顾。结局可想而知，他并未通过军犬考核。一般来说，这类狗狗会被捐赠给实习医生或被处以安乐死，但好在根据2015年修订的动物保护法，让他得以和退役或受伤的军犬一起被人收养。虽然面临死亡的命运已经被改写，但他却画地为牢，关上了自己的心门。저 친구는 꽤 괜찮은 강아지인데 그 마음이 다쳤다라는 건 12年前，夫妻俩来到了山明水秀的乡下，过起了退休生活。在男主人偶然得知有个军犬领养机会的时候，欣喜若狂，因为他曾经在军犬训练所附近的部队服役过，所以心里一直就有个想养只军犬的梦想。在他提出领养申请后，经过1年的筛选与等待，他终于迎来了这只叫萨内尔的退役军犬。领养当天，他就发现这只军犬果然非同一般。他坐在后车座上一动不动，毫不慌张，完全符合他对梦中情狗的期待。但谁知第2天，他的梦想就破灭了。回到家后的萨内尔直接就躲在了车库的角落里，他没有半分想和一家人接触的想法。无论是谁叫他的名字，他都只会用害怕的眼神看着对方。他把身体蜷缩起来，却没有半分想回应的意思。但男主人偏不信这个邪，他想用牵引绳强行把他从车库里拉出来，但后者却用尽全身力气阻止自己踏入未知的世界。如果监护人在院子里给他松开绳子的话，他就会赶紧跑到后院的狗窝里躲起来。这再次刷新了男主人对德牧的认知。本以为他是在缉毒和巡逻方面勇猛无畏的英雄，但谁知来到家里1年的他却还是极其胆小。不仅马尔济斯的叫声能够吓他一跳，甚至每次被叫名字时也会想方设法的逃跑。院子里的几个藏身之处总能见到他怯懦的身影。不过好在1年过去了，他也由最初的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到现在的偶尔会和监护人互动，但似乎他所会的只是握手而已。如果女主人不制止的话，他们好似能握到地老天荒一般。但男主人并没有放弃他，他想着身为军犬的萨内尔肯定喜欢出去玩耍运动吧，但实际上他却对此没有半分兴趣。既然男主人部队般的说话方式行不通，那就换女主人上阵用温柔的夹子音试一试。谁知还真打动了稳如老狗的萨内尔。他们从没想过，原来让一只狗出门散步竟有这么难。不过外出没走几步，萨内尔又像被施了定身术般坐在了原地。无论男主人怎样抚摸和劝慰，他都无动于衷。他说带着萨内尔能走上50米，这都算是他1年以来的最大进步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解开萨内尔的绳子，而后者马上就一个100米冲刺跑回了家里，躲到了自己最熟悉的车库角落。所谓坏事传千里，这只没有丝毫军犬特征的德牧便成为了村里茶余饭后的笑料。他们都说这家人领回来一只连散步都不会的傻狗。村民们也知道这只军犬极其温顺，所以他们也不害怕这个身形壮硕的大家伙，甚至还热心地讨论起了他为何会如此胆小的原因，希望他能早日开心起来，融入这个大家庭。不过萨内尔的胆小可谓是方方面面的。当男主人带着他想去和邻居家的真岛犬交个朋友时，他马上就变成了小绵羊，还想要躲起来。即便对方是村里赫赫有名的大美女，但萨内尔也丝毫不想和对方产生交集。这像极了相亲时女方满意了，但男方却完全无感。这军犬出身的好大儿也着实让老父亲操碎了心。他听部队的朋友说可以尝试用球去训练萨内尔，但结果还是没有任何作用。也许美食的诱惑对其他狗来说是难以拒绝的，但无欲无求的萨内尔眼中却始终保持着清醒。1年多的时间，他们想尽了办法，但却始终无法打开他那封闭的内心。其实他们想让萨内尔作为宠物狗融入自己家庭的愿望并不奢侈，但没想到实施起来却比登天还难。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江逊身上了。不过当狗统领来到家里时，竟没有在第一时间看见萨内尔。女主人说他1天都躲在车库的角落里没有出来。江逊称，一般来说德牧是有勇猛忠诚特性的，而且对陌生人的警惕心很强，保家护院是他的天性。但很明显，现在的萨内尔已经丧失了这些看家本领，哪怕陌生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家门，他也不会有半分反应，这让夫妻俩不得不扶额苦笑。江逊讲，其实就军犬来说，他们基本上都是部队内专门繁育的，父母本身都具有优秀的基因，所以他们从出生起就肩负着成为军犬的使命。有些狗在小时候就能看出来成为优秀军犬的苗头，所以他们就会被集中培训成为军犬候补犬。而那些无法成为军犬的狗，就只能得到些基本的照顾，他们无法体会到被给予关爱是种怎样的感觉，所以即便面对夫妻俩的不住关心，萨内尔也无法马上就敞开心扉接纳对方。看见萨内尔每次被叫名字都会自动转圈的行为，江逊解释道，因为他以前生活在狭窄的狗窝里，他能做的就只是在里面转圈活动而已，就像动物园的动物会在里面来回踱步一样。萨内尔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性动作。
虽然他外出没走几步就想赶紧往家跑，好像自己点的炸鸡到了一样十分迫切，但其实看他回家后不断舔舐自己的行为就知道他是很紧张的。因为在部队里他们都是要按规矩行动的，所以可能是之前排便后要很快回笼子的原因，才让他现在外出后就下意识的很快想回到家里去。旧时的习惯让他现在无法体会到散步的快乐，封闭的心灵也让他失去了感受幸福的能力。他画地为牢，把自己困在了过去，世间的美好也随即与之绝缘。但好在他来到这个家庭之后，虽然不知道该如何与人相处，但他对夫妻俩还是有着一定的依恋之情的。江迅说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萨内尔真正喜欢做的事，并通过他来培养感情。他建议可以让萨内尔进到房间里来，就像两只马尔济斯一样和他们同吃同住，这样也可以让他更好的了解夫妻俩。虽然他们表示之前没有让大狗在屋里生活的经验，但为了萨内尔他们还是愿意尝试一番的，只要有利于让他敞开心扉接纳自己就好。接着江迅来到车库，打算先带他出门转转，但有些紧张的萨内尔还是不由自主地转了一圈。他告诉男主人，对于紧张敏感的狗狗来说，不适合给他们戴上锁链，这样可能会勒住他们的脖子，导致呼吸不顺畅，最好是用背带给他套上，这样他才会相对舒服一些。但不出所料的是，萨内尔还是抗拒出门。江迅解释说，他现在完全就是习得性无助的模样，因为内心充满了对散步的恐惧，即便强行带他来到了室外，但没走几步的他又选择了坐下。江迅告诉夫妻俩，此时不要催促他继续走，而是要给足时间等着他，因为萨内尔不可能一下子就突破心理屏障。他告诉男主人可以蹲下来试一试，没想到这个奇招一下子就把萨内尔吸引过来了。他有滋有味地吃着监护人手中的零食，甚至还觉得不过瘾，想到江迅这继续吃。蹲下和奖励这两个动作仿佛就成为了唤醒他的开关，改变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而接下来当男主人叫他名字的时候，他也马上就靠了过去，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而且他还承担起了放哨的工作，主动检查起了主人周围的环境。护卫犬的天性也在这一刻终于释放了出来。对于缺乏社交经验的萨内尔来说，和其他狗狗平行散步也对他大有裨益。此时敞开心的他也开始做起了标记，而邻居家的真岛犬也和他交流起来了信息，他们彼此不再是之前疏离的样子。高冷的兵哥哥也似乎在逐渐接纳这位热情的邻家妹妹。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就这样降临了。江迅说，萨内尔就像一个母胎单身的中年男人一样，当他面对20多岁女生的追求，自然是有些招架不住的。不过好在一番接触下来后，两狗之间也在迅速升温。江迅称，从尾巴的摆动方式来看，他们正在交流信息。虽然萨内尔表面一副十分镇定的样子，但心里还是十分受用开心的。经过这么一番相亲流程，他内心的紧张和恐惧也彻底消失不见了。如果身边总能有这样一个气氛组成员，那对内向的狗狗来说也是一项福利。当江迅带着他来到邻居家后，大家的热情虽然让他有些招架不住，但化身为奶奶的好大儿的萨内尔也想尽了关心。江迅想借此让他知道自己也是可以得到关爱和称赞的。也许他从不知道被人疼爱是什么滋味，但现在这堂缺失的课就由江迅和奶奶们给他补上了。他会知道原来被爱也可以如此幸福。接着江迅告诉男主人，比起免费得到的食物，萨内尔会觉得通过努力得到的食物更有价值。他让男主人把食物分别藏在毛巾里让他去找，但是萨内尔好像并不感兴趣。江迅解释说，因为他长期处于紧张情绪中，所以相对嗅觉来说他更依赖视觉获取信息，除非他与人建立了亲密联系后才会运用鼻子获取信息。而面对萨内尔对毛巾的不理会，江迅拿起零食用牙咬碎后又放到了毛巾里，这个看似简单的小动作却又激发起了萨内尔的兴趣。在短暂的迟疑之后，他就开始找起了毛巾里的零食。训犬师说，只要他多运用鼻子去汲取信息，不仅他的心情会变好许多，整个狗也会变得更加积极自信，这是不可缺少的训练步骤。当他们不断擦拭萨内尔身体的时候，他温顺的模样也让大家直呼太温柔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进屋做准备。平生第一次来到人类居住的房间，萨内尔也显得十分拘谨，他不敢跟大家待在一起，转身就躲进了卫生间这狭小的地方。面对这种情况，大家只好不断的安慰他，把他带到沙发上，让他感受一下人类的气息。因为曾经的他一直都住在狗窝里，从来没有去过人类居住的房间待过，所以才会有些惊慌失措。但现在看起来他已经平静了许多。随着两只马尔济斯的到来，周围的气氛也逐渐轻松了下来。虽然萨内尔当军犬时的记忆难以忘怀，但现在也是时候要成为普通狗去度过余生了。当节目组1周后再次拜访这家人时，车库的角落里已不见了萨内尔的身影，而屋内的沙发上却又多了一员。至于散步时的状态，他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微细的改变也让他逐渐开始融入平民化的生活中。其实军犬们在许多领域里都做着保家卫国的事情，他们做出的贡献弥足珍贵。希望每一只退役的军犬或者警犬都能找到一个有爱又温馨的家庭收养，让他们能够安稳地度过余生。也许他们之中有的狗也会像萨内尔一样出现了些许问题，但请不要责怪他们，多一些关爱与耐心，好让他们可以尽快融入家庭，开启第二段狗生。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